把账结了。短短4个字，如同冰刀般划破了星月酒店门口的夜空。刚刚还在为公婆七十大寿忙前忙后的陈慧敏，此刻站在那位优雅的女领导面前，眼神冷得像冬夜的霜。10分钟前，她还在热情地为这位不速之客夹菜倒茶，笑容温婉如春风。宾客们都夸她贤惠能干，是个好儿媳。10分钟后，所有的温柔都消失了。方雅琳脸色煞白，手中的 LV 包掉在了地上。李浩然张着嘴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围观的服务员们面面相觑，不知道这场好端端的寿宴怎么突然变成了修罗场。陈慧敏的声音很轻，却字字如刀。夜风吹过，带走了宴席的喜庆，留下的只有令人窒息的寂静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3周前的那个周日早晨，阳光透过百叶窗洒进厨房，陈慧敏正在准备全家人的早餐，煎蛋的香味弥漫在空气中，小笼包在蒸笼里散发着诱人的气息。敏敏，爸妈的生日你打算怎么办？李浩然一边吃着妻子做的早餐，一边翻看着日历。陈慧敏正在厨房里盛粥，听到这话，立刻放下勺子，眼中闪着兴奋的光芒。我想办得隆重一些，毕竟是70大寿，这种日子一辈子也就一次，不能马虎。李浩然放下筷子，认真地看着妻子。你说的对，爸妈平时对我们都很好，妈总是给你包红包，爸也从来不挑剔你做的菜，确实应该好好庆祝。回想起刚结婚那会儿，陈慧敏还担心和公婆相处不好，没想到老两口特别开明，从来不干涉小夫妻的生活，还经常主动帮她分担家务。每次她生病，婆婆都会亲自熬粥送过来，那份关爱让她感动得眼泪直流。那我们就好好策划一下。陈慧敏在围裙上擦了擦手，走到餐桌旁坐下。从那天开始，陈慧敏就像上了发条的钟表，每天都在为寿宴做准备。她先是拿出一个厚厚的笔记本，认真地列出了一张长长的客人名单，从李浩然的姑姑姨妈到表兄表弟，从老同事到老邻居，甚至连小区里关系好的大爷大妈都没有遗漏。李大姐平时和妈妈关系最好，一定要请。王叔叔退休前是爸爸的工友，感情深厚。还有隔壁的张阿姨，经常送菜给我们。陈慧敏一边回忆着，一边在本子上记录，生怕遗漏了任何一个重要的人。接下来就是逐一打电话确认。她特意选在晚上7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，既不会打扰别人吃饭，又能确保对方在家。喂，是李大姐吗？我是慧敏，浩然的媳妇。是这样的，下个月我公婆要过70大寿，我们想办个宴席庆祝一下，您一定要来啊。王叔叔，您身体还好吧？我是小李的媳妇慧敏，下个月老爷子过生日，您和阿姨一定要赏光啊。表嫂，好久没见了，记得带着孩子们一起来，老人家最喜欢看到小朋友了。每通电话他都要聊上10几分钟，不仅要邀请对方参加寿宴，还要关心对方的近况，询问有什么忌口的菜品。他的真诚和热情让每个被邀请的人都深受感动。每天晚上，陈慧敏都会在那个小本子上记录着各种事项：订酒店、选菜品、买礼品、联系摄影师、准备服装、安排座位。密密麻麻的字迹记录着他的用心，就像一个项目经理在管理着一个重要的工程。李浩然下班回家，总能看到妻子在电话里忙碌的身影。
他一边打电话，一边在本子上做笔记，偶尔还会拿着计算器算账。最近公司正在做一个大项目，他的工作也比较繁忙。老婆，辛苦你了。李浩然走过去，轻抚陈慧敏的肩膀，看到本子上密密麻麻的字迹，心中满是感动。应该的，爸妈对我这么好，我当然要用心准备。陈慧敏抬头看着丈夫，眼中满是温柔。你安心工作就好，这些事我来处理。要不我请几天假帮你？李浩然提议道。不用，你的工作更重要。再说，我也乐意做这些事。看到爸妈高兴我就开心。选酒店是个大工程，陈慧敏用了整整1周的时间，实地考察城里的大小酒店。她制作了一个详细的对比表格，从装修风格到菜品质量，从服务水平到价格合理性，每一项都要仔细评分。第一站是市中心的金龙大酒店，装修富丽堂皇，但价格太高，1桌要2000多。陈慧敏心疼钱，觉得没必要花这么多。第二站是郊区的农家乐，环境清幽，价格便宜，但交通不便，老人们来回不方便。第三站是华美酒楼，菜品不错，但包厢太小，坐不下那么多人。第四站是永和酒店，各方面都还可以，但服务员态度一般，陈慧敏担心怠慢了客人。直到第5站星月酒店，陈慧敏才找到了心仪的地方。酒店位置适中，装修典雅不奢华，价格公道，最重要的是服务很贴心。星月酒店的李经理热情地接待了他。夫人，我们这里专门为老人祝寿设计了套餐，既实惠又丰盛。陈慧敏仔细询问着每道菜的做法。红烧肉能不能少放糖？老人家血糖有点高。当然可以，我们会特别注意的。厨师可以用冰糖代替白糖，既能保持甜味，又不会太腻。蒸蛋羹能做得嫩一些吗？老人牙口不太好。没问题，我们的师傅手艺很好，保证嫩如豆腐。鱼能不能选刺少的？老人吃鱼容易卡到，我们选用鲈鱼，肉质鲜嫩，刺也很少。李经理的耐心回答让陈慧敏很满意。他又详细询问了包厢的设施，是否有轮椅通道，洗手间是否方便，空调温度能否调节，音响设备是否完善，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。我们这里专门为老人设计了无障碍通道，洗手间也有扶手，保证安全。音响设备很先进，可以播放老人喜欢的戏曲和老歌，还可以免费提供生日帽和拉花，营造节日气氛。订完酒店，陈慧敏又马不停蹄地去花店订花篮。她跑了3家花店，比较价格和质量，最终选择了一家老字号。康乃馨代表什么意思？陈慧敏认真地询问。康乃馨代表母爱和尊敬，很适合给长辈祝寿。花店老板介绍道。百合呢？百合代表百年好合，长命百岁，也很吉利。那就康乃馨和百合搭配吧，要最新鲜的。这个花篮能保持几天？至少1周没问题。我们会用最新鲜的花，还会喷保鲜剂。陈慧敏又特意订了2个小花篮，放在主桌两侧，寓意左右逢源，福寿双全。晚上，李浩然回到家，看到陈慧敏正在整理各种收据和合同，桌上还摆着他画的酒店布局图。今天又跑了1天，李浩然心疼地问。看到妻子疲惫的神情，基本都定下了。明天我们一起去试菜吧，你的意见也很重要。陈慧敏笑着说，虽然累但很充实。李浩然看着妻子疲惫却依然温柔的笑容，心中涌起一阵暖流。他总是这样，为了家庭可以不计较个人的辛苦，
他走过去抱住陈慧敏，有你真好，爸妈，有你这样的儿媳妇是福气，我也觉得很幸福，能为这个家做些事情。陈慧敏靠在丈夫怀里，感受着这难得的温馨时光。试菜的那天是个周六，李浩然特意推掉了一个重要的客户会议，陪陈慧敏。两人换上正式一些的衣服，像参加重要宴会一样郑重其事。到了星月酒店，李经理已经准备好了一桌精心搭配的菜肴，12道菜品摆得满满当当，色香味俱全，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。这个红烧肉不错，肥瘦相间，入口即化，老爸一定喜欢。李浩然夹了一块仔细品尝，肉质软糯，甜而不腻，糖醋排骨也很好，酸甜适中，这个酸甜比例刚好，老妈最爱这个味道。陈慧敏满意的点头，又尝了一块确认口感。清蒸鲈鱼做得很嫩，蒸制时间掌握得很好，老人家吃起来不费劲。白切鸡的蘸料可以调淡一些吗？老人不能吃太咸。陈慧敏细心地问道。当然可以，我们可以准备2种蘸料，一种正常的，一种清淡的。厨师长亲自出来解释，两人一道道地品尝着，不时交流着意见。陈慧敏还拿出小本子记录每道菜的特点和需要调整的地方。她还特意让厨师调整了几道菜的口味，汤要清淡一些，菜要软烂一些，调料要适中一些，确保完全符合老人的口味偏好。夫人真是用心，这样的儿媳妇可不多见。李经理在一旁由衷地称赞道。李浩然听了很自豪，我老婆就是这样，做什么事都很认真，特别是对家里的事情，从来不马虎。试菜结束后，两人又去了城里最好的照相馆，定制一本相册作为惊喜礼物。我们把这些年和爸妈的合影都整理出来，做成一本纪念册。陈慧敏翻着手机里的照片，每一张都带着回忆。这个想法太好了，爸妈一定会很感动。李浩然也帮着挑选照片，这张是去年春节拍的，爸爸笑得多开心。这张是妈妈生病时我们照顾她的照片，看她恢复得多好。还有这张，我们一起去公园的，4个人都笑得很灿烂。那些照片记录着一家人的温馨时光，春节时的全家福，旅游时的合影，平日里的生活点滴，每一张都满含着浓浓的亲情。有陈慧敏学做菜时婆婆在旁指导的温馨场景，有公公教李浩然下棋的专注神情，有4人围桌吃饭的其乐融融。照相馆的师傅建议可以做成翻页式的相册，每一页都有主题，比如节日篇、旅游篇、日常篇等等。太好了，就这样做。陈慧敏眼睛亮了起来。他们花了2个小时精心挑选和分类照片，还为每张照片配上了温馨的文字说明。回家的路上，李浩然主动提出，明天我陪你去买礼品吧，这么重要的事不能都让你一个人操心。好啊，我正想买套保健品给爸妈，你帮我参考参考，正好你比较了解爸爸的喜好。陈慧敏开心地说，有丈夫陪伴总是让她感到安心，还要给他们买新衣服，70大寿穿得喜庆一些。对，我在网上看了几套唐装，很适合老人穿。两人一路聊着计划，气氛温馨和谐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陈慧敏更加忙碌了，她要准备老人的新衣服，要买营养品和保健品，还要安排座位表，确保每个客人都能坐得舒适。周日一大早，夫妻俩就出发去商场。第一站是保健品专柜，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，陈慧敏有些眼花缭乱。钙片对老人骨骼好，这个牌子不错。
李浩然拿起一盒进口钙片，鱼油可以保护心血管，爸爸年纪大了，需要这个。陈慧敏仔细阅读说明书，还有蜂胶，增强免疫力的。燕窝也买一些，妈妈最喜欢这个，说吃了皮肤好。营业员热情地介绍各种产品的功效，陈慧敏认真地听着，不时询问适用人群和注意事项。她生怕买错了，对老人身体不好。钙片和鱼油都买了，还有蜂胶和燕窝。陈慧敏在购物清单上逐项打勾，再买点维生素 C， 增强抵抗力。这些够了吧？别买太多了。李浩然看着购物车里满满的保健品，有些心疼钱。一算账，光保健品就花了3000多，不多。爸妈养育你不容易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陈慧敏认真地说，他们省吃俭用一辈子，现在有条件了，当然要让他们享受一下。李浩然看着妻子的执着，心中既感动又愧疚。他知道陈慧敏这样做都是为了这个家，为了让父母高兴。自己娶到这样的妻子确实是福气。买完保健品，他们又去了服装专柜。陈慧敏早就在网上看好了几套适合老人的唐装，颜色喜庆，款式端庄。这套红色的适合妈妈，显得精神。陈慧敏举起一件女士唐装，这套深蓝色的适合爸爸，稳重大气。李浩然选了一件男士唐装，尺码要准确，回家我量一下爸妈的身材，还要买双布鞋配着，传统一些。除了衣服，陈慧敏还买了首饰，给婆婆买了一条金项链，给公公买了一块手表。虽然不是什么名牌，但寓意很好，代表儿女的孝心。回到家，陈慧敏开始制作座位表。她拿出酒店的包厢布局图，仔细规划每桌的人员安排。老叔老婶年纪大了，安排在主桌旁边，离得近一些，方便照顾。表哥表嫂们坐在中间几桌，他们比较活跃，能活跃气氛。小辈们坐在后面几桌，这样不会影响老人们聊天。还要考虑每个人的性格和关系，不能让有矛盾的人坐在一起。陈慧敏像一个专业的婚礼策划师，考虑着每一个细节。她甚至准备了小礼品给每位客人，精美的小点心盒，里面装着寓意吉祥的糖果。老婆，真的辛苦你了，最近公司项目忙，我都帮不上你什么。李浩然握住妻子的手，看着她布满血丝的眼睛，心疼不已。为了准备这场寿宴，陈慧敏已经连续几天熬夜了，白天要上班，晚上回家还要准备各种物品，联系各方人员。没关系，你安心工作就好，这些事我来处理，我乐意为爸妈做这些。陈慧敏温柔地笑着，虽然疲惫，但内心充实。平日里，李浩然确实很忙，他们公司正在竞标一个重要项目，关系到整个部门的年终奖金。不过即使工作繁忙，他也会抽时间和陈慧敏一起商量寿宴的细节。座位安排我看看，把老叔老婶安排在主桌旁边很好，他们和爸妈关系最好。小辈们坐在后面几桌也对，年轻人话多，分开坐比较好。还要准备一些老歌，爸妈那一代人喜欢听。两人一起研究着座位图，力求让每个客人都满意。陈慧敏还准备了一份详细的流程表，几点开始入席，几点开始敬酒，几点切生日蛋糕，几点拍合影。每个环节都安排得井井有条。晚上躺在床上，陈慧敏总是睡不着，脑子里想着各种细节。李浩然会轻抚她的后背，别想了，都安排得很好了，不会有问题的。我就是担心有什么疏漏，毕竟这么重要的日子，一辈子就这一次。不会的，你做事我放心。爸妈
有你这样的儿媳妇是他们的福气。寿宴前1周，陈慧敏开始了最后的冲刺准备。她决定亲自下厨为老人做几道拿手菜，作为生日惊喜。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她开始反复练习老人爱吃的菜品。周1晚上，红烧肉。陈慧敏去菜市场挑选最好的五花肉，肥瘦相间，纹理清晰。这块肉怎么样？她仔细询问摊主。新鲜的，今天早上刚到的。你看这肉色多红润。红烧肉要用五花肉，肥瘦相间的最好，这样做出来才香。陈慧敏边挑边自言自语。回家后，她按照婆婆教的方法一步步操作，先焯水去腥，再炒糖色，最后文火慢炖。整个过程用了2个小时，厨房里香气四溢。怎么样？李浩然下班回家，闻到香味就知道妻子又在练习菜品。尝尝看，甜度怎么样？陈慧敏紧张地看着丈夫品尝，完美，比饭店做的还香，爸一定喜欢。李浩然竖起大拇指。周2晚上，糖醋排骨。陈慧敏特意买了最嫩的小排，糖和醋的比例要掌握得恰到好处，太甜太酸都不行。糖醋排骨的关键在于糖醋比例，一般是3:2，但老人喜欢甜一些。陈慧敏一边调味一边记录，她尝了无数次，调整了好几回，直到做出满意的口感。周3晚上，清蒸鲈鱼。这道菜看起来简单，实际上最考验功夫。鱼要新鲜，蒸的时间要精确，调料要恰当。鲈鱼一定要活的，蒸8分钟刚好，时间长了肉质老了。陈慧敏设定计时器，1分钟都不能差。这条鱼多重？她在菜市场反复挑选，1斤2两，正好。再挑一条差不多大的备用。周4晚上，蒸蛋羹，这是婆婆最爱的菜，要做得像豆腐一样嫩才行。蛋液和水的比例是1:1:5，水温不能太高，蒸的时候要小火。陈慧敏小心翼翼地掌控每个细节，她连续做了3次，第1次太老，第2次太嫩，第3次终于达到了理想的效果，看起来就很诱人，嫩滑如丝。李浩然品尝后连连称赞。除了练习菜品，陈慧敏还要准备各种装饰用品。她去了3家用品店，挑选最合适的装饰材料。这个拉花的颜色怎么样？她举起一串金红色的拉花，很喜庆，适合老人过寿。店主建议道：气球选什么颜色的？红色和金色搭配，代表红红火火，金玉满堂。这个横幅的字体好看吗？很庄重，红底金字，寓意吉祥如意。陈慧敏买了各种装饰品，拉花、气球、横幅、小彩旗，还有专门的生日帽和寿星贴纸，要把现场布置得喜气洋洋。周末的时候，他们还会一起去超市大采购。陈慧敏推着购物车，李浩然在旁边帮忙挑选。这个牌子的茶叶不错，老爸最喜欢喝茶。李浩然拿起1盒龙井茶，买2盒吧，1盒给爸爸平时喝，1盒作为礼品送给其他长辈，还要买些坚果，客人来了有东西招待，花生、瓜子、开心果都买一些，老少皆宜。购物车渐渐装满了各种食品和用品，茶叶、坚果、糖果、水果。陈慧敏还特意买了老人爱吃的点心和补品。这个燕窝粥不错，妈妈身体虚，这个有营养。人参蜂蜜也买一些，滋补身体。结账的时候，收银员都忍不住问：这是要办什么喜事吗？买这么多东西，我公婆过70大寿。陈慧敏自豪地说：那可是大喜事，70大寿不容易，你们准备的真周全，应该的。
老人辛苦一辈子，我们当儿女的当然要用心。”回家的路上，陈慧敏总是兴奋地跟李浩然分享自己的想法。明天我再去酒店确认一下准备情况，确保每个细节都没问题。菜品和服务都确认过好几遍了，应该没问题。李浩然安慰道：“我就是想确保万无一失，这种大日子一辈子就一次，绝对不能出差错。”看着妻子认真的样子，李浩然心里满是感动。他知道陈慧敏这样做都是为了让父母高兴，为了给这个家庭带来温暖。有这样的妻子，是他这辈子最大的福气。老婆，等寿宴结束后，我们也出去旅游放松一下。你这段时间太辛苦了。好啊，不过要等爸妈都满意了再说。陈慧敏笑着回答，眼中满是对未来的憧憬。寿宴当天终于到了，陈慧敏凌晨4点半就醒了。虽然闹钟设的是5点，但她已经兴奋得睡不着。今天是公婆人生中的重要日子，也是她精心准备了3周的成果检验日。你起这么早，天还没亮呢？李浩然迷迷糊糊地问。看到妻子已经在摸索着起床，今天是大日子，我要提前到酒店监督准备工作，确保一切都完美无缺。陈慧敏已经完全清醒，脑子里想着今天的各项安排。她走进衣帽间，拿出昨晚就准备好的衣服。那件旗袍是她特意为今天买的，藏蓝色的底色配着金色的花纹，既端庄又优雅。这个颜色既不会抢老人的风头，又显得正式隆重。梳妆台前，陈慧敏仔细地画着淡妆。她平时很少化妆，但今天不一样，要见那么多亲朋好友，要拍照留念，必须要精神一些。你今天真漂亮。李浩然走过来，从背后轻抚妻子的肩膀。谢谢，你也要穿得正式一些，今天你是主角之一。陈慧敏回头笑了笑，继续整理头发。她还特意去做了发型，盘起的发髻配上珍珠发夹，整个人看起来贵气十足，又不失亲和力。早上6点，陈慧敏就到了星月酒店。酒店的工作人员还在做最后的准备工作，看到她这么早就来了，都有些惊讶。夫人，您来得真早。李经理迎了上来，今天是重要日子，我要亲自检查一下各项准备工作。陈慧敏拿出那个厚厚的笔记本，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今天的安排。她开始逐一检查包厢的布置、桌椅的摆放、音响设备的调试、花篮的位置，每一个细节她都要亲自确认。横幅位置再调高一点，这样拍照效果更好。主桌的花篮放中间一些，不要挡住老人的视线。音响测试一下，待会儿要放生日歌和老歌。每桌的茶水都准备好了吗？老人喜欢喝热茶。酒店的工作人员都被他的认真劲儿感动了，从布置到服务，从菜品到音响，他考虑的比专业的婚庆公司还要周到。夫人，您真是用心，这样的儿媳妇现在不多见了。一位年长的服务员由衷的感叹。应该的，老人辛苦一辈子，我们做晚辈的当然要尽心尽力。陈慧敏一边调整桌上的餐具摆放，一边回答。上午10点，陈慧敏回家接公婆，老两口已经穿上了她买的新唐装，精神抖擞，满面红光。妈，您今天真漂亮，这身红色唐装特别适合您。陈慧敏由衷的赞美。还是敏敏眼光好，我穿着确实舒服。李老太太开心地转了个圈。爸，您这身深蓝色的也很庄重，配上这块手表，特别有精神。哈哈，老头子，我今天也要风光一把。李老爷子笑得合不拢嘴。下午1点，他们到达酒店。
陈慧敏先带老人熟悉环境，介绍今天的安排。爸妈，您二位就坐主桌中间，我和浩然坐两边陪着您。客人都是咱们的亲朋好友，大家都很期待今天的聚会。一会儿会有摄影师给您拍照，留个美好的纪念。老人听着很高兴，特别是看到包厢布置得这么漂亮，更是赞不绝口。下午3点，客人们开始陆续到达。陈慧敏在门口迎接每一位客人，脸上始终挂着温暖的笑容。她记得每个人的名字和关系，让每位客人都感受到了真诚的欢迎。王叔叔，您来了，一路辛苦了，快请进。李大姐，您气色真好，越来越年轻了，这身衣服真漂亮。小明长这么高了，都快比爸爸高了，真是一表人才。张阿姨，您带的什么好东西？太客气了。每个客人她都热情招呼，询问他们的近况，关心他们的身体，让人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。老人们都夸她懂事孝顺，年轻人也对她的热情和礼貌印象深刻。浩然娶到这样的媳妇真是福气，看人家敏敏又能干又孝顺，这才是好儿媳的标准。老李家的家教真好，儿子媳妇都这么优秀。听到这些夸奖，陈慧敏心里美滋滋的，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了。5点半，正当客人们差不多都到齐，准备开始宴席的时候，李浩然的车子出现在酒店门口。陈慧敏正在里面和摄影师商量拍照事宜，听到有人喊浩然来了，立刻迎了出去。她正准备迎接丈夫，却看到从副驾驶坐下来一个陌生女人。那女人大约30岁左右，穿着得体的职业装，手提精致的皮包，气质优雅知性，一看就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都市白领。陈慧敏保持着得体的微笑迎了上去。慧敏，这是我们部门的方总监。李浩然有些匆忙地介绍道。方总刚好在附近应酬结束，听说爸妈过寿，主动提出要来祝贺。方总监您好，欢迎欢迎。陈慧敏热情地伸出手，虽然心中有些意外，但表面上丝毫没有表现出来。真是太客气了，让您专程过来。方雅琳微笑着握手，举止优雅。打扰了，临时过来，没有准备什么像样的礼物，一点心意。他递上一个包装精美的礼盒，看起来价值不菲。您能来就是最好的礼物，快请进，让您费心了。陈慧敏接过礼盒，语气真诚热情。宴席马上就要开始了，3人一起走进宴会厅，里面已经坐满了客人。大家看到李浩然带着一位陌生女士进来，都投来了好奇的目光。陈慧敏很自然地引导方雅琳到主桌就坐，还特意把她介绍给公婆认识。爸妈，这是浩然的领导方总监，平时对浩然工作帮助很大，今天特意来给您二老祝寿的。方总监，您太客气了，能来参加我们的家庭聚会，我们很荣幸。李老太太高兴地站起来握手。应该的，李经理工作能力很强，是我们部门的骨干。2位老人家身体这么好，真是令人羡慕。方雅琳客气地回应，言谈举止很有分寸。李老爷子也很高兴，难得浩然的领导这么关心，说明我们儿子工作干得不错。寿宴正式开始了，陈慧敏忙前忙后，为每桌客人倒酒加菜，照顾得无微不至。特别是对方雅琳，她更是格外用心，生怕招待不周。方总监，尝尝这道红烧肉，是我公公最爱吃的菜，师傅做的特别正宗。这个糖醋排骨酸甜适中，很适合女士的口味，您试试。来，我给您倒杯酒。平时浩然工作上多亏您照顾，我代表全家敬您一杯。
方雅琳被陈慧敏的热情深深感动了。你真是太贤惠了，浩然能娶到你这样的妻子，很幸福。哪里，是我们幸运，能有您这样的好领导指导浩然。陈慧敏谦虚地回应。席间，方雅琳和老人们聊得很投机，她知识面广，谈吐优雅，从工作到生活，从养生到旅游，都能聊上几句。她夸老人身体硬朗，还分享了一些养生知识和健康理念，让老人们听得津津有味。方总监真是知书达理，又有能力又懂事。李老太太私下对陈慧敏说，眼中满是欣赏。陈慧敏笑着点头，是啊，浩然能有这样的领导，确实是他的福气。我们也很幸运能认识方总监这样的朋友。宴席在温馨和谐的气氛中进行着，摄影师不断地拍照记录这美好的时刻，有全家福，有老人和客人的合影，还有各桌客人的欢聚场面。有人提议让李浩然代表全家感谢大家的到来，他站起来举杯，感谢各位亲朋好友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我父母的寿宴，特别感谢我的领导方总监的到来。方雅琳也很得体地站起来回应，能参加这样温馨的家庭聚会，我也很荣幸，祝两位老人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。大家一起举杯，现场气氛达到了高潮。陈慧敏在一旁看着这和谐的画面，脸上依然保持着得体的笑容。晚上9点，寿宴接近尾声，客人们陆续告辞，都对今晚的安排赞不绝口。敏敏真是个好儿媳，把寿宴办得这么成功，每个细节都考虑得很周到。是啊，浩然娶到这样的老婆是福气，又孝顺又能干。方总监也很不错，这么忙还来参加寿宴，真是有心。老李家真是人丁兴旺，儿子有出息，媳妇又贤惠。陈慧敏一一送别客人，感谢他们的到来，约定以后常联系。他的热情和礼貌让每个客人都感到满意。大家都说以后有什么事情一定要相互帮助。送走了最后一批客人，陈慧敏开始收拾残局。虽然累了一天，但看到公婆脸上满意的笑容，她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了。李浩然和方雅琳在一旁聊着工作上的事情，声音不大，但陈慧敏还是能听到一些片段。明天的项目汇报准备的怎么样？这个项目对公司很重要。方雅琳关切地询问。基本完成了，明天上午就能提交，您放心。李浩然回答得很认真。那就好，你最近辛苦了，工作态度一直很认真。陈慧敏听着他们的对话，继续默默收拾着东西。她把客人送的礼品整理好，分类摆放，把剩下的菜打包，准备带回家给老人慢慢享用。把用过的餐具和装饰品分类收纳，每一样都处理得井井有条，体现出她的细心和条理性。慧敏，辛苦你了，今天的安排太完美了。李浩然走过来帮忙，眼中满是感激和心疼。应该的，看到爸妈这么高兴，我就满足了。陈慧敏温和地说，今天多亏了方总监的到来，让寿宴增色不少，老人家特别开心。方雅琳也过来帮忙收拾。今晚真的很感谢你们的盛情，我也很高兴能参加这样温馨的家庭聚会。你们一家人相处得这么和谐，真让人羡慕。方总监太客气了，您能来，我们都很荣幸。陈慧敏客气地回应。宴席在温馨祥和的气氛中圆满结束，所有人都对今晚的安排感到满意。公婆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，客人们带着美好的回忆准备离开。这场精心准备的70大寿庆典即将落下帷幕，菜照顾得无微不至，
特别是对方雅琳，他更是格外用心。方总监，尝尝这道红烧肉，是我公婆最爱吃的。这个糖醋排骨做得很正宗，您试试。来，我给您倒杯酒，感谢您平时对浩然的照顾。方雅琳被陈慧敏的热情感动了，你真是太贤惠了。浩然很幸福。席间，方雅琳和老人们聊得很投机，她夸老人身体硬朗，还分享了一些养生知识。李老太太对这位儿子的女领导印象极佳，方总监真是知书达理，又有能力又懂事。李老太太私下对陈慧敏说，陈慧敏笑着点头，是啊，浩然能有这样的领导是他的福气。宴席在温馨和谐的气氛中进行着，有人提议让李浩然和方雅琳敬酒感谢大家，两人站起来一起举杯，画面看起来十分和谐。陈慧敏在一旁看着，脸上依然保持着得体的笑容，心中却涌起了复杂的情绪。晚上9点，寿宴接近尾声，客人们陆续告辞，都对今晚的安排赞不绝口。慧敏真是个好儿媳，把寿宴办得这么成功。是啊，浩然娶到这样的老婆是福气。方总监也很好，这么忙还来参加寿宴，真是有心。陈慧敏送走了最后一批客人，开始收拾残局。李浩然和方雅琳在一旁聊着工作上的事情。今天的项目汇报准备的怎么样？方雅琳问。基本完成了，明天上午就能提交。李浩然回答。那就好，这个项目对公司很重要。陈慧敏听着他们的对话，继续默默收拾着东西。她把礼品整理好，把剩菜打包，把用过的餐具分类，每一样都处理得井井有条。慧敏，辛苦你了。李浩然走过来帮忙。应该的，今天多亏了方总监的到来，让寿宴增色不少。陈慧敏温和地说。方雅琳也过来帮忙。今晚真的很感谢，我也很高兴能参加这样温馨的家庭聚会。就在所有人以为这场寿宴要在完美的氛围中结束时，陈慧敏突然停下了手中的动作。亲朋好友渐渐散去，寿宴圆满结束。陈慧敏和李浩然开始收拾东西，准备回家。方雅琳也准备告辞。今晚真的很感谢叔叔阿姨的寿宴办得很成功。方雅琳客气地说道。应该的，您能来，我们都很高兴。陈慧敏温和地回应。就在方雅琳准备离开的时候，陈慧敏突然叫住了她。方总监，等一下。方雅琳回过头，有些疑惑。陈慧敏走到她面前，脸上的笑容慢慢消失，眼神变得冰冷。感谢您今天的到来，不过有些账该结一结了。什么账？方雅琳不解地问。李浩然也走了过来，看着妻子突然变化的表情，心中涌起不祥的预感。陈慧敏冷冷一笑，把账结了。当这4个字从陈慧敏嘴里说出来时，方雅琳彻底惊呆了。当这4个字从陈慧敏嘴里说出来时，方雅琳彻底惊呆了。她怎么也没想到，眼前这个刚刚还在温柔招待自己的女人会突然变脸，更没想到她会说出这样充满杀气的话。什么账？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方雅琳强装镇定，但声音已经开始颤抖。她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。陈慧敏冷笑一声，那笑容如同寒冬腊月的冰霜，让人不寒而栗。她慢慢从手包里拿出手机，动作优雅却充满威胁性，就像一个猎人在展示自己的武器。不明白。陈慧敏熟练地点开相册。那我来帮你回忆一下。屏幕上显示的第1张照片让方雅琳瞬间脸色煞白，血色完全从她的脸上褪去。那是她和李浩然在咖啡厅里亲密交谈的照片。
两人坐得很近，李浩然的手正轻抚着他的手背，他的头几乎靠在他的肩膀上。照片的拍摄角度很隐蔽，但画面清晰的让人无法抵赖，连两人脸上的表情都一清二楚。这张是3个月前拍的。陈慧敏的声音平静的可怕，每个字都像是从冰窖里吐出来的。君悦咖啡厅，下午2点23分，你们聊了整整2个小时，从工作聊到生活，从生活聊到感情。李浩然的脸瞬间苍白如纸，额头上开始冒出细密的汗珠。他万万没想到，妻子竟然早就知道了一切，而且掌握着如此详细的证据。他想起了那个下午，那是他们第一次单独约会，也是感情开始升温的转折点。陈慧敏轻滑手机屏幕，第2张照片出现了，李浩然和方雅琳手牵手走出酒店的画面，时间显示是晚上9点40分。照片中的两人神情亲密，方雅琳挽着李浩然的胳膊，就像一对热恋中的情侣。这张是2个月前，君悦酒店1203房间。陈慧敏继续说道，每个字都像刀子一样割着两人的心。你们在里面待了3个小时，出来的时候衣服都皱了。方雅琳彻底慌了，她的声音开始哽咽。慧敏，你听我解释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不是我想的那样。陈慧敏又划出一张照片，眼中闪着冷光。那这张呢？照片上，李浩然正在珠宝店为方雅琳试戴项链，他温柔地为她拨开头发，细心地帮她戴好项链。两人在镜子前相视而笑，表情亲密无间。店员在一旁微笑着为他们服务，那画面就像一对恩爱的夫妻在挑选结婚礼品。蒂芙尼专柜28000块的项链。陈慧敏看着李浩然，眼神如刀。你还记得吗？那天你说公司有重要应酬，要晚点回家，我还特意为你准备了宵夜。等到凌晨2点，李浩然张了张嘴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。他想起了那天，自己确实对妻子撒了谎，说是公司重要客户的聚餐，实际上是陪方雅琳去挑选她心仪已久的项链。当时方雅琳看到项链时眼中的喜悦，让她觉得花多少钱都值得。慧敏，李浩然想要解释什么，但陈慧敏抬手制止了他。还有这个。陈慧敏打开手机的录音功能，冷冷地看着两人。你们应该很熟悉这些声音。他点击播放，手机里传出了李浩然和方雅琳的对话声音，声音清晰的就像现场录制。雅琳，我真的很想每天都和你在一起。浩然，可是你有家庭，有妻子，我会处理好的，给我一些时间，我一定会和他离婚。你真的会为了我放弃现在的一切吗？当然，我爱的是你，不是他。和他在一起这么多年，我从来没有感受过真正的爱情。录音还在继续播放，每一句话都像重锤一样砸在李浩然心上。他想起了那次深夜的电话，当时陈慧敏正在卧室里熟睡，他在阳台上和方雅琳聊到凌晨3点，诉说着内心的情感和对未来的憧憬。方雅琳的眼泪开始往下流，她的身体在微微颤抖。她知道一切都结束了，再也没有任何挽回的可能。慧敏，求你听我解释。方雅琳哽咽着说，声音里满是绝望。解释？陈慧敏关掉录音，冷笑着看着他。解释什么？解释你们是怎么背着我偷情的，还是解释你们是怎么用我们夫妻共同财产享受2人世界的？他又拿出一沓厚厚的银行对账单，每一页都用荧光笔标注了重点。这是浩然给你转账的记录，3个月来
总共12万3800块，买项链，买包包，订酒店，买衣服，看电影，吃大餐，每一笔我都查得清清楚楚，连在哪家餐厅吃了什么菜我都知道。李浩然彻底崩溃了，他的双腿开始发软。他没想到这3个月来，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被妻子监控着，每一次约会，每一次消费，甚至每一次通话都有详细的记录。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李浩然颤声问道，声音里带着深深的恐惧和不敢置信。陈慧敏冷冷地看着他，眼中没有一丝温度。你真想知道？那我就告诉你，让你死个明白。他收起手机，开始娓娓道来，就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。3个月前的那个周六晚上，你说要去公司加班，处理一个紧急项目。我担心你太晚没吃饭，特意做了你最爱吃的蒸蛋羹给你送去。李浩然的脸色更加苍白，他想起了那个周末，那是他和方雅琳第一次在酒店过夜。他们从下午一直待到第2天早上，度过了最激情的一夜。我到了公司楼下，发现整栋楼都是黑的。保安说周末加班需要提前申请，根本没有人登记。陈慧敏的声音越来越冷。我等了你整整2个小时，给你打了10几个电话，你都说在开会，不方便接听。慧敏，李浩然想要解释，但话到嘴边却说不出来。别说话，听我说完。陈慧敏的语气不容置疑。回家的路上，我无意中看到了你的车停在君悦酒店门口，当时我还天真的以为，也许你是在陪重要客户，也许这真的是工作需要。他停顿了一下，眼中闪过一丝痛苦的回忆。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，一直等你回来。你凌晨4点才到家，说是客户喝多了，你照顾他到很晚。你知道吗？你身上有女人的香水味，不是我用的那种。李浩然彻底震惊了，他确实是凌晨4点回家的。当时方雅琳喷了很浓的香水，他以为洗了澡就没事了，没想到妻子早就察觉了。第2天晚上，你的手机响了，你说是客户打来的，要去阳台接。陈慧敏的声音开始颤抖。你以为我睡着了，但我听到了你们的对话，听到了你对他说我爱你，听到了你说我从来没有这么快乐过。那一刻，陈慧敏感觉整个世界都塌了。她躺在床上，泪水无声地流着，心如刀割。她想过冲出去质问，想过大哭大闹，但最终她选择了沉默。从那天开始，我就知道了一切。陈慧敏擦了擦眼角，重新恢复了冷静。我开始留意你的一举一动，开始调查你们的关系，开始收集证据。你雇了私家侦探？方雅琳惊讶地问，声音里带着颤抖。不需要。陈慧敏摇摇头，眼中露出一丝嘲讽。我有的是时间和耐心。你们经常去的咖啡厅，约会的餐厅，开房的酒店，一起逛过的商场，我都去过，都拍过照，都调查过。他拿出一个厚厚的文件袋，这里面有你们3个月来的所有活动记录，每次约会的时间地点，每次消费的具体金额，甚至连你们在酒店房间里待了多长时间，我都记录得清清楚楚。李浩然彻底震惊了，原来这3个月来，妻子一直在暗中跟踪他们，收集证据。他就像一个专业的侦探，把他们的一切都调查得一清二楚。那你为什么不早点摊牌？为什么要等到今天？方雅琳不解地问，眼中满是疑惑和恐惧。陈慧敏看了看他，眼中闪过一丝冷酷的嘲讽。因为我想看看你们能无耻到什么程度，我想看看你们的底线在哪里。他转向李浩然，声音里带着深深的失望。我想看看
我精心为你父母准备的寿宴上，你会不会带着你的情人回来？我想看看，在我热情招待他的时候，你们心里在想什么？”李浩然想起了今晚的一切，陈慧敏对方雅琳的热情招待，他亲自为方雅琳夹菜倒酒，他真诚的笑容和得体的言辞，他对父母的介绍和对方雅琳的赞美，原来这一切都是妻子精心设计的局，一个让他们彻底暴露的陷阱。你今晚的表现真的让我大开眼界。陈慧敏冷笑着说，眼中的寒光让人不寒而栗。方总监，你坐在我公婆身边，接受他们的赞美和关爱，享受我的精心招待，你难道一点愧疚都没有吗？方雅琳低下了头，眼泪止不住地流。她想起了今晚老人对她的热情，想起了李老太太拉着她的手说：“你这样的女孩才配得上浩然。”想起了陈慧敏无微不至的照顾和真诚的笑容，心中满是羞愧和自责。老人家说你知书达理，说你有气质有修养，还说希望以后能经常见到你。陈慧敏的每个字都像刀子一样刺着方雅琳的心。当时你是什么心情？开心吗？觉得很有成就感吗？方雅琳捂着脸，哽咽地说不出话来。她想起了自己当时的反应，确实有一瞬间感到了满足和得意，觉得连李浩然的家人都认可自己。现在想来，那种心理是多么的扭曲和可耻。还有你，李浩然。陈慧敏转向丈夫，眼中的失望如潮水般汹涌。当着你父母的面，隆重介绍你的情人，看着我为他倒酒夹菜，看着我和他亲切交谈，你心里是什么感觉？爽吗？刺激吗？李浩然无法抬头看妻子，他的整个身体都在颤抖。他想起了今晚的每一个细节，想起了陈慧敏的每一个微笑，想起了他忙前忙后的身影，心中的愧疚如潮水般涌来，几乎要把他淹没。我看到你们眼神交流的时候，我看到你给他夹菜的时候，我看到你们一起举杯的时候。陈慧敏的声音开始哽咽。你知道我当时的感受吗？就像有人用刀子在一片片割我的心。她深吸了一口气，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，但我还是忍住了，因为我想看看你们的表演能精彩到什么程度。慧敏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。李浩然终于开口，声音里带着深深的悔恨。知道错了？陈慧敏冷笑。什么时候知道错的？是被我发现的时候，还是被我当场抓住的时候？他拿出手机，又播放了一段录音。这次的录音更加清晰，背景声音显示是在餐厅里。雅琳，今晚的寿宴你觉得怎么样？挺好的，你妻子人很不错。就是什么？就是太普通了，没什么特别的。我真不明白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他。年轻的时候不懂事，现在遇到了你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情。那你什么时候和他摊牌？快了，等处理好房子的事情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。录音播完，现场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。李浩然的脸色惨白如纸，身体摇摇欲坠。这是他们昨天晚上的对话。当时他们在一家私人会所吃饭，他以为环境很安全，没想到连这个都被录了音。太普通了，没什么特别的。陈慧敏的声音里带着深深的讽刺。方总监，你的眼光真高。那请问，破坏别人的家庭，抢别人的丈夫，这算特别吗？这算有修养吗？方雅琳已经哭得说不出话来，她万万没想到自己的话会被录下来。那些轻蔑和不屑的言论，现在听起来是如此的刺耳和可耻。我原本想着，也许你们只是一时糊涂，也许还有挽回的可能。陈慧敏的声音里带着深深的失望和疲惫。
可是我错了，3个月了，你不仅没有悔改，反而越来越放肆，越来越肆无忌惮。他拿出一张信用卡账单，上面密密麻麻地标注着各种消费记录。上个月，你用我们的共同信用卡给他买了13000块的化妆品套装，账单是我收到的。你知道我看到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吗？李浩然想起了那次购物，方雅琳说她的信用卡额度不够，想买一套进口化妆品，他就毫不犹豫地刷了自己的卡。当时他觉得能让心爱的女人开心，花多少钱都值得，完全没考虑过这会被妻子发现。还有这个，陈慧敏拿出一份房产中介的资料，滨江新区的那套公寓，你们是不是已经看了好几次了？准备买个爱巢。方雅琳彻底震惊了，她没想到连看房子这种私密的事情陈慧敏都知道。她想起了上周末和李浩然一起去看房的情景，当时他们还憧憬着未来的2人世界，甚至已经开始规划装修方案。120平米，总价280万，首付84万。陈慧敏看着李浩然，你们已经交了定金，是吧？5万块的定金，也是用我们的共同财产。李浩然感觉天旋地转，头晕目眩。他们确实交了定金，还拍了很多照片，甚至已经开始联系装修公司。他以为做得很隐秘，没想到妻子连这个都调查得一清二楚。你们还去家具城看了家具，选了一套18万的意大利进口家具。陈慧敏继续说道，销售员都以为你们是新婚夫妇，还给你们打了折扣。他拿出几张照片，都是李浩然和方雅琳在家具城挑选家具的画面。照片中的2人挽着手，神情亲密，就像一对正在为新房选购家具的恩爱夫妻。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？等你们把房子买下来，等你们搬进去，还是等你们在那里结婚？陈慧敏的声音里带着深深的讽刺和愤怒。慧敏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李浩然终于开口了，但声音虚弱无力。不是我想的那样。陈慧敏拿出手机，又播放了一段录音。浩然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公开关系？我已经等不及了，快了。我正在想办法和他离婚，他会同意吗？他看起来很爱你，他那么爱我，肯定舍不得离婚。但我会想办法的，实在不行就净身出户。反正我们有能力重新开始。你真的愿意为了我放弃一切，放弃现在的房子，放弃存款？当然，和你在一起，失去什么都值得。那些身外之物算什么？我们年轻，有能力，完全可以白手起家。我爱你，浩然，我也爱你，雅琳。等我们在一起了，我会给你更好的生活。录音播完，现场再次陷入了沉默。李浩然的脸色惨白如纸，双腿发软，几乎要站不住了。这是他们3天前的对话，当时他们正在看房子的路上。他信誓旦旦地向方雅琳承诺未来，没想到每一个字都被记录了下来。净身出户。陈慧敏冷笑着看着李浩然，眼中的愤怒如火焰般燃烧。你倒是挺大方的，用我们共同的财产养情人，然后一拍屁股净身出户。你觉得我很傻是吗？你觉得我会让你们如意吗？他走近李浩然，声音变得更加冰冷。7年的婚姻，7年的感情，7年的共同努力，在你心里就这么不值钱，就这么容易被抛弃？李浩然想要后退，但双腿已经软得迈不动步子。他看着妻子愤怒的眼神，心中涌起了巨大的恐惧和后悔。你知道这7年我为这个家付出了什么吗？陈慧敏的声音开始颤抖。我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机会，放弃了更好的工作机会，就是为了和你一起奋斗，
一起建设我们的家庭。他的眼中闪着泪光，但声音依然坚定。我每天早起为你做早餐，深夜等你回家。我照顾生病的你，安慰失意的你。我和你一起还房贷，一起攒钱买车，一起规划我们的未来。慧敏，李浩然想要说什么，但陈慧敏挥手制止了他。我还没说完，他的声音更加激动。我孝顺你的父母，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。我为了今晚的寿宴准备了整整3周，联系客人，预订酒店，准备礼品。我想让老人开心，想让你有面子。他指着酒店的方向，就在刚才，我还在为你们的客人倒茶送水，我还在夸奖你的情人，我还在感谢他对你工作的帮助。你知道我当时的心情吗？你知道我有多痛苦吗？李浩然终于忍不住了，眼泪开始往下流。慧敏，我知道对不起你，我知道我错了，错了。陈慧敏冷笑，什么时候错的？是3个月前第一次背叛我的时候，是第一次说谎的时候，是第一次用我们的钱给他买礼物的时候，还是现在被我当场抓住的时候？他拿出手机，翻到一张照片，这是你们上个月的旅行照片。你告诉我是去外地出差，实际上是和他去海边度假，5星级酒店，海景房，烛光晚餐。这些钱从哪来的？照片上，李浩然和方雅琳穿着情侣装，在海边拥抱接吻，夕阳西下，画面浪漫的像电影一样。还有这些。陈慧敏继续翻着照片，游乐园、电影院、高档餐厅、SPA 会所，你们3个月来的约会比我们7年的还要丰富。每一张照片都像一把刀，深深地刺在李浩然心上。他想起了那些美好的时光，想起了和方雅琳在一起的快乐，但现在这些回忆都变成了折磨他的利器。我给过你机会。陈慧敏的声音里带着深深的疲惫和绝望。这3个月来，我每天都在等你主动向我坦白，等你幡然醒悟，等你回心转意。可是你让我太失望了。他看着李浩然，眼中的爱意已经完全消失。你知道我这3个月是怎么过的吗？白天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还要对你嘘寒问暖，照顾你的生活起居。晚上一个人躺在床上，听着你在阳台上和他打电话，听着你对他说那些甜言蜜语。我每天晚上都哭到天亮，眼泪都快流干了。陈慧敏的声音开始哽咽，看着你对我的虚假关怀，听着你编造的各种谎言，我的心一点点死掉，一点点变冷。李浩然想起了这3个月来妻子的表现，他确实比以前更加体贴温柔，对他的关怀也更加细致入微。早上会为他准备营养丰富的早餐，晚上会为他炖汤，工作累了会给他按摩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他在强忍着内心的痛苦，都是他在用最后的爱意挽救这段婚姻。特别是今晚，看着你带着他出现在爸妈的寿宴上，我真的想当场撕破你们的虚伪面具。陈慧敏的声音开始颤抖，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。但我忍住了，因为我不想让老人伤心，不想在他们的生日宴会上闹出丑闻。他擦了擦眼泪，重新恢复了冷静。所以我选择了现在，选择了这个没有外人的地方，选择了这个最合适的时机。现在该把账算清楚了。陈慧敏从包里拿出一份厚厚的文件，这是离婚协议书，我已经找律师准备好了。他翻开文件，逐条念道：第一，房产归我所有，包括现在住的这套140平的房子和你母亲名下的那套老房子的继承权。第二，所有存款归我，包括定期存款、基金、股票，总价值87万。第三，车子归我，
包括你那辆奥迪 A6和我的小车。第四，你净身出户，1分钱都别想拿走。慧敏，你不能这样。李浩然想要抗议，但声音虚弱无力。我不能这样。陈慧敏冷笑，那你们能那样吗？用我们共同的财产养情人，这很合理。用我辛苦赚来的钱给别的女人买奢侈品，这很公平。他指着方雅琳，这3个月你给她花了123800块，项链28000，包包15000，化妆品13000，旅游费用21000，看房定金5万，还有各种餐费、娱乐费用。这些钱你打算怎么还？李浩然说不出话来。这些钱确实是他们夫妻的共同财产，是他们7年来省吃俭用攒下的积蓄。他用来给方雅琳买奢侈品，确实说不过去。还有你，方总监。陈慧敏看向方雅琳，眼中满是鄙夷。作为第三者，破坏别人的家庭，抢别人的丈夫，你觉得自己很光荣吗？很有成就感吗？方雅琳终于忍不住了，跪在地上哭着说：慧敏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你原谅我们，我们以后再也不见面了，我会离开这个城市。原谅？陈慧敏摇摇头，眼中没有一丝温度。晚了，3个月前你们开始这段关系的时候，就应该想到今天。他合上离婚协议书，我给你们2个选择。第一，李浩然签字离婚，按照协议净身出户。第二，我把你们的所有证据公布出去，让你们的同事、朋友、家人都知道你们的丑事。你们可以选择法庭见，但我提醒你们，我手里的证据足够让你们败得很惨。婚内出轨、转移夫妻共同财产，这些都是对我有利的证据。方雅琳彻底慌了。慧敏，求求你不要公布出去，我还要工作，还要在这个城市生活，如果传出去我就完了。现在知道怕了。陈慧敏冷冷地看着他，当初做这些事的时候怎么不想想后果？当初在我面前装清高的时候怎么不想想今天？李浩然看着妻子坚决的神情，知道没有回旋的余地了。他颤抖着问道：如果我签字离婚，你就不公布这些事情？我说话算数。陈慧敏点点头，只要你们从此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，不要再打扰我的生活。李浩然看了看方雅琳，又看了看陈慧敏，最终低下了头。我签。陈慧敏拿出笔递给他，想清楚了，签了就没有后悔的机会了。你将失去这个家，失去所有的财产，失去这7年来我们共同努力的一切。李浩然接过笔，手在剧烈颤抖。他想起了7年的婚姻生活，想起了新婚时的甜蜜，想起了一起奋斗的岁月，想起了妻子的温柔体贴，想起了他为这个家付出的一切。但是已至此，他已经没有选择。慧敏，对不起，对不起这7年来你为我做的一切，对不起你对我的爱，对不起。李浩然哽咽着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陈慧敏看着他的签名，心中五味杂陈。7年的感情，7年的婚姻就这样结束了。还有你。他转向方雅琳，明天就从公司辞职，1个星期内离开这个城市。我不想再看到你，一眼都不想看到。方雅琳连连点头，我明白了，我会走的，我立刻就走。陈慧敏收起离婚协议书，看了看手表，时间不早了，该回个家了。不过李浩然，你没有家了。他转身要走。李浩然在身后喊道：慧敏，我们真的没有一点挽回的可能了吗？我可以改的，我可以重新开始的。陈慧敏停下脚步，没有回头。李浩然，感情这种东西，破碎了就再也拼不回来了，就像镜子，碎了就是碎了，
即使粘起来，也会留下永远的裂痕。她继续往前走。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，就是嫁给了你；最庆幸的事，就是没有和你生孩子。说完，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酒店，消失在茫茫夜色中。李浩然看着妻子的背影彻底消失，心中涌起了巨大的后悔和绝望。他失去了这个世界上最爱他的女人，失去了温暖的家庭，失去了7年来积累的一切。他想追上去，想挽回，但他知道已经太晚了。方雅琳看着这一切，心中也满是悔恨和恐惧。她想要的不过是一个男人的爱，想要的不过是一个美好的未来，却没想到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，毁掉了一个家庭，也毁掉了自己。夜风吹过，带走了所有的温情和美好，留下的只有满地的狼藉和2颗破碎的心。这场精心策划的寿宴，最终成了一场彻底的清算。陈慧敏用她的智慧和坚强，为自己讨回了公道，也为这段破碎的婚姻画上了句号。从今以后，她要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，再也不会为不值得的人流泪，再也不会被背叛和欺骗伤害。她要活出自己的精彩，证明离开了那个背叛她的男人，她可以过得更好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